今年的年底，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公投，就是鞭刑公投。这个鞭刑的公投，针对你所谓的性侵、虐童、诈骗，如果你这个犯罪这个是事实确定的话，进行鞭刑的这个惩罚。可你说台湾人真的叫抽残吗？台湾人就是非要用所谓的鞭刑，非要用的死刑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处置吗？我也不认为。我觉得现在台湾人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其实质疑的整个司法制度，你有公平吗？今天的受害者，你有得到了这个应有的补偿吗？甚至你在加害者，你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吗？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事件是，大家觉得我行丢靠亏，我掏不出来。我觉得对这个犯罪的事实，他没有办法得到了一些正义的裁罚，让我觉得这个社会表示并不公平。像这两天发生了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也就是台南马来西亚女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命案。这个命案在前3审的时候已经判了死刑，就1跟2审的时候就发回来说，他现在这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你判了无期徒刑，可能这法官我就是不要死刑。我觉得你讲白了也就算了，他让有一句话把整个台湾社会又惹毛，他就说这个人可教化，可问题是这个人是再犯，这个人是累犯，这个人过去已经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他真的可教化的话，那为什么他会在犯这样的状况？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性侵案或者很多的虐童案，同样的状况，他都是累犯，他都是再犯。那这样累犯再犯的状况，表示他可教化吗？那所以你用一个可教化的名字冠在他这个头上，要老百姓来吞下去，老百姓当然觉得不合理啊。更不用讲之前的所谓的干哥哥、干妹妹，你居然在一个国中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品学兼优的这个学生给杀了，杀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歉意，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愧疚，甚至今天按照我们的法律里面，他的名字你不能公布，你今天所有的资料你也不能公布。今天我的小孩被杀了，我连要说出他的名字，我连说我的小孩的真正被害的这个过程都不能讲。更可恶的是，今天这个律师居然讲说，你都已经收到这么多的补助，人们到这么多的捐款，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民事求偿。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用民事求偿就要逼这个小孩子吗？我也不认为，我根本就觉得说，他觉得你总要给我一个公道吧，你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有给这个家长一个公道吗？有给这个家长一个说法吗？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社会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要乱世用重点？我要用一个比较强制的行为来表达人民的不满呢？当然，讨论这里面有一个专家，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就是犯罪心理学专家戴生峰，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台湾的治安到底如何？而且这个司法不能伸张，或者到底能不能伸张，在一般老百姓里面的感觉又是如何呢？戴老师你好。宝杰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生峰。好，那戴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跟2审已经确定，已经定谳了。是定谳了以后，就是这个台南女大生，台南女大生这个说杀人凶手，是他说他没有，他等于说他逃过死刑，对，逃过死刑。他因为前3审都是死刑，他逃过死刑。然后呢，我觉得大家最火大的一点是，他又可教化。对，又有可教化的，要可教化，对。可是他的手段明明很抽残啊，是他的手段明明很凶狠啊，而且他跟那个人完全不认识。我跟你我也不认识，是我走在路上你就把麻绳把我给捆起来，你就用很残忍的手法。那而且他是累犯，他是再犯，所以今天我觉得台湾人老百姓很生气的，就是说你这样做对台湾来讲有正义吗？有公道吗？连你自己的脸书都说，法官这样的判决会不会影响到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呢？对，没错，这个有一个法官伦理规范里面那我今天的确在我的脸书上呢，蛮沉痛的呼吁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如果法官在做这个判决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人民能不能够信任他所写下来的这一些判决的结果，那我觉得呢，仔细看这整个的犯案过程中，我个人还是提出我自己的质疑也就是说，这个梁姓嫌犯呢，其实他曾经失手过，就说在本案发生之前呢，大概1、2周左右。对，还没多久的时间，他曾经因为这个绳索结没有打好，所以呢他失手了。那这个呢，第1位被害者呢，基本上他就是挣脱逃脱了。那这时候警方其实呢，应该就必须要能够掌握到，也就是说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未遂事件所以呢，但是在警方查缉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又给了这一个凶手他又有这个整装再发的机会，对，而且他学到了一个更厉害，就叫做呢那个叫做上吊结。所谓的上吊结就是打了以后就是越缩越紧的那这对不能挣脱了，对，无法挣，而且他呢是只要是轻易的这个结绳者，只要用轻易的力量，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打死结的效果所以呢，这时候呢，那当然这时候他
第2次就精进手法，也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厉害以后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上吊节的这样的方式呢，来去遂行他第2次的犯罪行为。那第2次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个上吊节呢，的确足以致人于非常不舒服。我们先不说死地啊，假定到非常不舒服的状态，因为你不可能一打结人就死掉。如果今天一打了1个结，人马上断气，那坦白讲，我们还真的叫做好死嘛，对不对？好，但他打了结以后会造成窒息，会造成不舒服，所以被害者就抵抗。那抵抗以后呢，加害者就心慌。所以我们来整个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看这整个的流程啊。那我们也从一步一步来剥解一下，如果法官在看这件事情，可能思考的点在什么地方？首先呢，的确他有自己的性冲动，这个性冲动绝对是一个偏颇的。但是我们也要很诚恳的、很诚实的讲一件事情：偏颇的性冲动不等于性犯罪。对，啊，这个必须要知道。也就是说呢，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性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些偏颇或喜好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你不能加害于别人，所以呢，基本上在他还没有加害别人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有个性冲动。那这个你可以去治疗，你可以去咨商，你可以做任何的处置，这样你可以让自己呢避免到这个犯罪情境。好，那他有这个性冲动以后呢，一次的失手经验，这我们把它叫做犯罪的精巧化现象，他会希望再成功。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犯罪人，他不会去检讨自己今天犯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通常都会觉得就是说啊。一般来讲，好像财产性犯罪，他会觉得是我的不小心啊，或者什么。那这种性犯罪比较奇特，因为我们都知道性是一个人天生的欲力，他就有一个性欲所以他会希望下一次我一定会得手，他会去预测自己的得手性，所以他就进化了。对，他就进化，他就学一个更厉害的就这次万无一失，他就躲起来。那他躲的地方呢，其实也蛮奇特的，虽然是暗的地方，但是又是有一点光可以辨认被害者是不是比较相对来讲容易得手的所以其实他躲在那个地方呢，应该是有几个人都已经进出过了，最后选择了这一位非常不幸的被害者。那因为这个被害者呢被选择到的时候，因为非常的惊慌，所以他就抵抗。抵抗的过程，这时候就出现2个了。第一个，如果他打的绳索相对来讲是活的，他可以选择那我放掉，赶快跑掉。对，就像第1次的案件，但他这一次呢，告诉自己我学了很好的绳结了，那我一定可以做到了，所以他就更用力的勒，然后当然就让被害者最后就整个走上最悲剧的结局。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法官，我们这次讲的法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是不是预谋杀人这件事情，真的坦白讲，在性犯罪里面，整个的性犯罪的逻辑。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性犯罪的加害者是以杀死被害者作为他的犯罪最终目的，所以没有预谋杀人这件事。对，也就是杀人这2个字，我就讲文字游戏好了。他的预谋杀人逻辑是什么？宝杰哥，我要你死，然后这个叫做预谋杀人嘛，对不对？那但他是预谋性行为，预谋性侵害，但是性侵害过程中，这一句话很有可能就被延上，就是被害者的抵抗导致他的惊慌，进而导致杀害。所以被害者不应该抵抗，你就从这个逻辑想，就会变成去骂你被害不抵抗，他就不会杀你。对，如果你有这个想，就更奇怪。所以你杀了人，是因为你被害人抵抗。对，这个就会去责备到被害者。我觉得我常常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我们常常要看起诉书，有没有看判决书？是，你不看不算了。看得会很火大，你为什么觉得那是恐龙法官？对，我觉得你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吗？我都没气了，我怎么可能不抵抗？对呀，对，而且他也说，你们讲说，他的手段虽然非常的残忍，但是跟最大情节犯罪还有一段距离。你说把人给杀了，对，这还不是最大重的最大情节到底什么？其实定义太不明显了。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比方说我们难以认定为最重大之情节，这个最重大之情节可能大家还是要量化一下，或者一个具体描述。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中间过程中呢，因为整个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在文字游戏上面，或者人民的认知上面，或者我们对于一个悲剧发生的流程中间，其实呢，大家看待的重点不一样，导致呢，我们在这种讯息传递的时候出现很大的落差。那戴老师，你特别提到用这个所谓的司法官伦理法里面的规则的第3条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不可以作为这个，不可以判决这个影响到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对，那你为什么用这句话？也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判决。你觉得他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吗？还有刚刚讲到司法官的或者他们这些法官，你的判决会不会太字斟句酌？你会不会完全太冰冷了？你完全没有去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嘞？
我觉得应该这样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呢，其实呢，一般市民对于司法的信赖这个点，这一个目的呢，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法感情。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市民对于法律是不是能够亲近，能够有感情、有温度，然后觉得这个法律跟我们是有关联的，我觉得这个是叫做法感情哦。那我们在世界各地做的研究里面呢，都发现台湾人我们的法感情是很冰冷的。原因在哪里？我想宝杰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各位观众朋友都来回忆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国小上过生活与伦理，国高中上过公民与道德，我们没有一门课很深入的讲，就叫做法律。我们没有一门什么法律课，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就是考大学的时候，第一类组的最高分。第一类组最厉害的人最会背的就变法律系，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台湾一般市民来讲，在非常早期，我们给予一种很不好的一种教育模式，叫什么东西呢？让人民因不知法而惧法。那什么呢？我因为不了解法律，所以我知道法律是拿来罚人的。好，所以呢，我因为不知法，我就会有一种被害怕被处罚的感觉。那因不知法而担心受罚，担心受罚而什么东西呢？避法。我们不是遵法守法，我们是避罚的观念。所以呢，其实台湾市民，我们一般来讲，在做这个法感情调查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想到的都是法律会罚我。比方说交通规则，比方说红灯右转被拍，比方说什么，哎，好衰哦！大家第一个想法都是好衰哦，而不是我违法。大家的概念是这样，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法律的这个教育上面来讲，我们是以不知法这个角度，早期太久了啦。我们真的很久，长久以来都是让你不太知道法律，那我们只知道法律会罚我，那我就不要做就好了。而这一个概念，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在尚未民智大开的时候是好的哦，因为很快速很有效，大家就不敢做啊，不要罚就好了，不要罚到我。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在民智已开了以后，要做的应该是什么？让人民知法。知法以后呢，你才知道法律实际上是代表什么。所以呢，我时常在很多地方也，我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被断章取义，他就讲说，哦，原来法律不保护人。其实法律跟人这件事情的关联性是不大的。比方说，我跟宝杰哥，我们今天在录影，其实法律跟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我也不希望他现在来保护我。好，所以呢，法律保护的其实是法益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呢，如果国家运作，它是需要有法律的一个游戏规则的。所以呢，比方说我们今天呢，什么间谍啊，什么这些东西绝对不行，原来危害国家安全。那再来就是社会法益的部分，比方说我们为什么骑车要戴安全帽？这个东西我也没害到人啊。那但这时候，但你如果没戴安全帽，造成事故，造成了大家的困扰，这一条，所以 OK， 我有法律。最后一个才会到人民我们的个人法益的部分。那个人法益呢，我们才会去看到，比方说什么时候，当你法益受侵害的时候，法律才会出来。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坐在这边好好的，根本不用法律啊。可是现在大家觉得是，你就法官来讲，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才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都叫人权法官。对对对。那人权法，你刚刚讲的，因为以前就是避法，就是以前高压，所以以前有很多的冤狱。是。所以你现在以前我觉得在整个法律教育里面，特别是像台大这种系统，你看到很多人权律师，早期的，对，像陈水扁他们那种的，就是说，我觉得你有冤狱，所以我很多的角度，我很多的思考，是站在这个所谓的受刑人这边，加害者这边，也就是说，我要确定说，我要判你刑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冤狱？对，被告这一边，对，被告这边，你有没有冤狱，或者吧？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以后，你让一般的老百姓觉得说，你不是站在我老百姓这边呢，你是站在加害人这边呢，因为你这种长期的，不刚刚比方说法服的这批人呐，或者是司改会的这批人呐，或者我觉得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司法界，说他们自证拒绝说，你有没有重判？是。你有没有误判？是你有没有冤狱？对，这三个就叫做冤案、错案、假案。对，所以他们只在乎这个东西，可他们并不在乎说，我今天我受害者的我受到天大的冤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受到天大的痛苦，你们不在乎我，对，我觉得你们法官不在乎我，律师也不在乎我，你们律师跟法官，你们只在乎说，我常见训练是，你不要有冤狱，不要错案，然后呢，把很多的过去的例子当成我的勋章，我只要重新再翻出来，对，我只要把一个冤案。就等于说我翻案了，哇，那就是我作为律师最大的功勋，甚至也是法官最大的功勋，甚至我们现在有个大法官也是以这个非常为骄傲的。那我就觉得说，那一般人呢，现在不是啦，现在你不用那么担心冤案、错案这些事情啊。可是那些逻辑还是一样。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冤案、错案、假案，早期的冤案、错案、假案，其实宝杰跟您提到的部分。台湾大部分的冤案、错案、假案，并不来自于所谓的立场性的问题，来自于什么东西呢？证据力不足。这个是最严重的，也就是从警开始就有可能。那个时候，比方说，苏建和案，苏建和案很明显就是物理基证被破坏的一干二净，整个物理环境都坏掉了。所以
即使真的有发生什么，根本也在这个科学办案的逻辑上，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办案、物理基证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早期没有办法拿到。我们还有很多的悬案破不了，就因为比方说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无法解析，像彭婉如女士的这个彭婉如命案，它就是没办法解析出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所以呢，物理基证不足，带来当年的冤案、错案、假案。所以其实当年的冤案、错案、假案，等于就是说，如果物理基证补足了，实际上这个勋章应该是物理基证的，不是人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才会知道，就是说，就像您之后提到的，现在为什么会让我们一般市民那么生气？第一件事情，很多都是近乎于现行犯。对啊，对，就这个我就看到了，当场杀人啊！对。第二件事情就是物理证据就是这样吗？你到底在辩什么辩？这就是我们觉得呢，在法这个部分上面可以多提供给我们情感支持的部分。所以这两个才是重点。等于就是说，当我们物理基证已经随着这些器材越来越完善化，然后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一种监视器的功能啊，或者说现行犯，还有大家都有手机嘛，比方说这个北捷案，大家都早拍都不能拍了，这些都有的情况之下，请问一下，还能不能从中间给予法律感情的支持？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法律人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更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台湾人现在对 Face 这么反感？我再强调一遍，你说台湾人真的是要鞭刑，要跟我叫仇残，台湾人一定要把你就判死刑。我其实不认为，其实以我个人来讲，你说我非要判死刑吗？我也不那么认为。可是你会有很多的作为，觉得说，哎，你完全没有站在被害者角度里面的这个角度。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你明明已经光天化日杀人了，你已经非常确定。你以前说错案、假案、冤案，我也不接受。对，你如果说真的是你今天是一个冤案，你今天故意入人无罪，或者是说你当时有一个什么那个李斯科命案对，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对，他就是办案抓不到，对，以前的警察很烂，那就刑求，刑求了以后，你逼着人家跳海，对，江国庆先生也是，对，就跳河了以后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李斯科干的，那这种事我也不能接受，没有办法，台湾人也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冤案、错案、假案。可是你不能把冤案、错案、假案变成你的 DNA， 对，所有东西都这样子，那已经确定的，你不去查，然后你完全站在这个所谓的加害者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老百姓愤怒。这个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就是之前那个干哥哥的案子，干哥哥跟干妹妹，那个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拿了一个美工，拿了一个什么刀子，弹簧刀，你今天把一个学生班长给10刀杀了，你非常的出彩。是你看到那个家长哭的那个样子，那个小孩子有任何的忏悔吗？然后那个小孩的这个家长有任何的赔偿吗？然后你今天甚至你的名字都不能公布。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更夸张，是说他在少管所还可以闹房，还可以再闹，然后你闹了半天，你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觉得那种正义感就会出来，没错，就说，你犯错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是，然后你受害者你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或者你没有应有的公道，那这个社会就会愤怒起来，整个那个就压起来了，你知道吗？水就滚了，就压起来了。对。不过我觉得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干哥哥、干妹妹那件事情，我倒有另外一种见解想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思考。什么样的见解呢？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如果现在干哥哥跟干妹妹，当然，他们可能不久的未来，因为他们一定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当然法律会把他们全部遮住、保护住或干嘛。假定我们来思考一个点，这个点大家信不信任？宝杰哥，你来思考一下。如果不管2年后、3年后他们出来，或者10几年后，假定他最后真的10几年了，他出来的时候真的好穿上一个非常正式的西装服装，女生改穿套装，头发全部弄回原来的样子，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暴力之气，然后呢跟你镜头前忏悔掉眼泪。你信吗？我当然不信啊，那就对了。不是，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不会这样做。不管他不要，因为他完全隐藏了。我觉得他不做，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不是调皮捣蛋的？对啊，还在那边捣蛋。是啊，这至少符合了青少年本身就是这副样，也就是他尚未教化。如果他教化了，他的教化我们也不信任。对啊，所以这个重点就来了。如果今天你要一个13、14岁的小孩子超龄演出40、50岁成年人的反省样态，想必有人教。他的这个犯罪心没有压下来，反而变成魔化了。他知道呢，演出一个好样子就可以隐藏我的恶意，接下来的恐怖会更可怕。所以我反而觉得他现在的调皮捣蛋，等同于他就是一个还没有教育的。这个状态其实呢，我们先从还没有魔化哦。真的，如果他今天真的在镜头前面就是跟你对不起了，他在那边哭得死去活来，他说我要赔偿什么？
他的心没有人知道，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点，矫正可能性，法官在意的是什么东西？我曾经参与过这种死刑鉴定庭，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转变哦。我真的很重要的是，其实呢，我们坦白讲，如果今天就法律的逻辑，一般市民的逻辑，我们想要的是这个人洗心革面。然后呢，也就是说，从心里头至少向善了、守法了。但是实际上，法律不会管到心里，法律管的是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所以只要你不做，其实法律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了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心里可以多么的充满犯罪计划，但是我不一定要做。只要没有做出来这件事情，就没有人知道。思想无罪，对，就没有了嘛。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反而觉得呢，至少现在这个干哥哥、干妹妹他们的心理的不成熟状态，等同于所有的青少年他的这个年龄层，而且他的不完整的家庭功能，他不受控的家庭成长经验所带来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抓到他现在的这些弱点，给予足够的教育，所以我其实在我的脸书一直强调这个点，就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不让我们知道。这个干哥哥，你现在在明阳中学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对，你要让我们知道嘛，拜托一下，这个真的拜托，这个矫正署可以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现在讲的时候，你是大家对这个事情不爽，原因在于说我对他的资料完全保密，对，就不知道，然后你不可以讲他任何的名字，不可以。然后呢，你出来了以后呢，他如果这个，因为他是未成年。前科是消掉的哦，没有前科咯，而且不可以抄，什么都不行。等于说我对你这个人就是重新来一个人哦。对，等于说你今天过去你杀过人，你做了这些恶行劣迹，然后这个就完全一笔勾销。是。那这个是社会不等于说，我举一个最恐怖的案例，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日本这个1988年的女子高中生水泥杀人事件。一个高3的女生被4个不良少年，然后呢就是制造假车祸的名义，然后被关到少年 A 的家里去，然后呢就42天的凌虐之后，这个少女死掉了。哦，我知道。对这个，然后最后他把她灌在水泥那个石油罐里面灌水泥丢掉。他就在他们家的2楼。对，然后4个年轻人凌虐啦、性侵啦，甚至还用心理战放他走，再让他自己走回来，这样的很残忍的一个案件。然后这个案件呢，甚至最后侦破的理由不是因为找到这个女性的遗体，而是因为这个男生呢又犯了下一件事情。然后呢，警方只是微微讲一句，哎，你这种王八蛋，大概也没有什么好的，还有什么东西吐一下吧？他就才吐出来的。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当然最后遗体找到的时候，极度惨绝人寰的一个案件。好，这个案件当时的日本少年法就像我们现在的概念一样，保护得很好。那他们也判的大概13年，我们大概11、12年，大概判到少年法的极限了。好，那这4个少年出来以后呢，其中的少年 B 啊，就这个少年 B， 他长大以后，成年以后，30、40岁以后，竟然，当然他也没有什么好好的在社会上有很好的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他大概就变成维氏的小弟啦这样。这个少年 B 呢，竟然在成年以后呢，到了这一个日本的风化街哈，大概就是这种性风俗产业街呢，对这一些小姐们爱现，我就是那个少年 B， 怎么样？就以自己的犯罪作为一个炫耀来源，对，这个就非常明显可以知道他是完全没有教化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犯罪变成记录，拿来光耀，最后呢，这个少年 B 果不其然，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恶化的情况之下，就他又犯了杀人罪，然后之后无期徒刑。我们社会要不要再来一次？然后等他成人再做？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在台湾，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前科的消失，其实前科不可能消失。对，各位，前科你抹灭掉了，如果被有心人利用，它反而变成他的勋章。对，那这太可怕了，就是大家觉得你今天必须要是保护你的。好，那我等一下，那日本后来这个少年法有做修正吗？有，后来日本少年法在西元2000年做了一个叫做少年法严罚化修正。对，那刚好就是我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所以我就很幸运的，我留学时间刚好就是这个少年法严罚化修正执行了6年。当时这个法律其实也很困难，因为呢，对日本来讲，要把它研修化这件事情呢。本身来讲也是有点抵触了少年法保护原则，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设计了一种有一点类似还婚法律条款的概念。如果这6年内少年法严罚化以后，少年犯罪没有任何的改变 ，OK， 那代表我们实验失败，那么要重启炉灶。那如果有效降下来的，那我们就这个方向就是对的。对，好，所以呢，2006年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去检讨效果。发生了非常奇特的变化，什么奇特的变化呢？少年犯罪的数字真的下降了，
也就是说呢，少年犯罪的最高峰在日本大概在西元1998到2002那个阶段，大概1年可以到接近14万件左右。那他们做了什么改变？对，这边我们就要讲了，他到底做了什么？他降到最近只剩7000哦，也就是在降掉95%了哦。啊，他做了什么改变？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只有法律改就有效吗？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少年法严罚化修正，就罚的比较重了。那有甚至他们现在少年也有18、19岁的少年被判处死刑啊。那这些东西怎么搭配呢？少年判死刑，被18、19，因为有执行吗？已经执行了一个，就是那个日本光市的那个案件，然后19岁最近又判了一个，所以呢，基本上已经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讲，他们就是对于少年给予死刑这件事情是但是18、19不是12到18的。好，那个他们把它叫特别少年。那为什么能够降下来？最重要的是严罚化这件事情，它做了一个更重要的配套。我在2006年看到的配套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开始落实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落实以后，就挡掉了哪一些呢？挡掉了所谓的违罪少年，也就是他这个可能只是调皮捣蛋，可能只是不太懂，然后可能只是什么，然后呢，强化学校内的法律教育以及很快速的法律执行。这个我就必须要很诚实的讲，就是台湾现在呢，法务部跟教育部是反过来做的啦。也就是说，法务部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少年法，但是呢，教育部近期的一些做法，我个人是不是很赞同所谓的什么行政辅导先行啊，给学生机会 ，OK， 这些可以，我就应该是如此，但是你不能让它旷日费时的拖，对，因为这种教育的对速度就很慢。比方说，我今天跟同学我霸凌同学一下，就呢这件事情要搞好久好久。大家可能最近又有一个下次可以录的议题，什么东西呢？曾经有霸凌经验事件者不得进入顶尖大学。最近有一个新的新闻，有一些国家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霸凌过别人的人，他不能念顶尖大学啊，顶尖大学必须要审核人格，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家后续就一直想出来的一些 idea 哈。所以日本为什么降下来啊，量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它砍掉了少年犯罪里面最多的，其实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少年犯罪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干哥哥干妹妹，对，所以他把那些调皮捣蛋的压下来了，所以量降得很低。好。这个配套是配套到教育，但是日本少做了一件事情。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你那个调皮捣蛋的，我用这个所谓的社会用教育的方式，对，然后用法律严罚的除掉。但是对于这种干哥哥、干妹妹这种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我要用更强的这个手段，甚至可以公开你的名字，对不对？后来可以公开，这可以公开，我记得日本是可以公开了，还可以抄写，也就是说让被害者家属抄写。对，就是说你的那种非常重罪的保护伞，我就帮你拿掉了。对，所以呢，在那个部分呢，它的下降的幅度就不明显。然后呢，犯罪的手法的这种恶性度也没有改善。所以等于就是说呢，这时候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这些真的那么极少数的极凶恶的少年，会不会有病理特征？那如果有病理特征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必须要有精神科、心理科这一些部分呢下来进行处置了。所以后续的承接端就是重点，也就是说，法律真的是有效的，重刑真的是绝对按照日本的案例来讲，它绝对能够让数字变漂亮。但是呢，在安心程度上面，如果你要让这些极夸张的案件不要再发生，那配套就绝对不是只有法律。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
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